关原之战后啊，德川家康无敌于天下，不久后呢就就任了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幕府。隐忍半生的德川家康终于是等到了属于德川家的时代，也就是江户时代。然后呢，德川家康很快将将军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德川秀忠，这就象征着幕府将会在德川家中代代相传，避免德川家像织田家或者丰臣家一样，因为没能稳定的将权力交接给二代，最终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不过家康还是以大御所的身份作为德川家实际上的大 boss。 尽管如此，丰臣秀吉在世时已经尝试了很久的公武一体，现在制度的残留其实还在，成为了武家之首的德川家在这个时候依然不能说是真正取代了丰臣家。京都朝廷和天皇家族在活动中都尽量避免丰臣家和德川家同台，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不得已的情况，现在的礼仪活动中呢，依然是把丰臣家放在德川家的前面。因此德川家康他还需要进一步确保德川家的地位，花了数年继续逐步削弱丰臣家。当然对于德川家而言，朝廷地位这种虚名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丰臣家将来对德川天下的真正威胁还是那座坚不可摧的大阪城。如今已经不是战乱时代了，大阪城不会像丰臣天下时的安土城一样凭空消失，也没有机会把秀吉的继承人丰臣秀赖赶出去，两家的最后决战终究还是要发生的。于是德川家试图寻找战争的借口，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丰臣家建造的方广寺的钟上面。经由与德川家康关系暧昧的名声南关访天海之口，钟铭上的国家安康，四海诗化，万岁传芳，君臣丰乐之句被解释成了讽刺德川家篡丰臣位，并有诅咒家康人头落地的嫌疑。这一次呀，丰臣家没有继续推让求和了，而是对这种挑衅表示不屑，双方开始备战。那么在这德川家和丰臣家明争暗斗的十几年间呢，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始衰落，英国和荷兰也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领军者，二者也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来开发亚洲的贸易。对于日本而言，一直以来有打交道的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主要的课题也仅仅是铁炮和基督教。现在日本国内的形势相对和平，他们需要认真的面对新的客人了。其实就在关原之战的1600年，荷兰商船利福德号在太平洋上遇难，漂流到了丰后国。他们到达日本时 80% 的船员都已经死在了海上，但是幸存下来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也就是三浦岸真，和荷兰人杨乔斯腾被邀请前往江户与家康面谈。家康通过他们了解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情况，对两人赞赏有加，希望他们担任外交顾问。当然这也是日本新的掌权者对于外部的态度软化的信号，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南蛮贸易也变得更加的活跃。此外，德川家也希望在南蛮贸易中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尝试派遣京都的基督徒商人田中胜介前往西班牙领墨西哥了解情况。17世纪初期呢，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还是来自葡萄牙人的银丝对流商路，这条商路每年将全球1/4的新增白银运往明朝，大部分都来自日本。后来由于文禄庆长之役，中日双方都禁止了与对方的贸易，但是明朝缺白银和日本缺优质绅士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现在葡萄牙商人在此赚的更多了，于是江户幕府出台了私歌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专买专卖规定，以此避免葡萄牙人过分提价。文禄庆长之役之后，日本和朝鲜自然也是断绝了外交。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呢，也派遣忠义治前往朝鲜重新建交，恢复了与朝鲜的贸易。德川家也从丰臣家继承了与东南亚方向的玉珠印船贸易，并且加大了对东南亚贸易的鼓励力度。这是因为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势力发展很快，如果东南亚被欧洲人统一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政权，那将会是对日本的巨大威胁。因此也派出了日本人效仿欧洲人的做法，前往东南亚建立据点，一些当时的日本人社区延续至今。回到日本国内，1614年11月，日本战国最后的大兵团决战大阪之阵终于爆发。丰臣家呢，是利用秀吉留下的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着军力，最终成军10万人，而德川家则是号召天下大名辅助他这个武家领袖，最终成军20万人。德川家在开战之后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就攻占了丰臣家的外部要塞，战争变成了大阪城的攻防战。然而大阪城高墙深壑，难以接近，唯一没有自然河流防御的方向也被真田信繁，也就是真田信春修筑了出城真田丸进行防御。真田军在真田丸的方向挑衅引诱德川军，使得德川军发起了强攻，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依然无法打开缺口，强攻不下也在德川军的预测之内。前线战斗的同时呢，德川家康也派人到电川上游修筑工事，减少电川的水流量。到电川的水深度直到膝盖的高度时，这个方向的德川军开始了向前推进。第3个计划是直接对大阪城发动炮击，当时炮弹只是铁球并不是炸弹，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但是后来有一发炮弹直接击中了天守阁和丰臣秀吉的母亲殿殿的房间，有2名侍女当场死亡。电击查查本来是丰臣家决策集团中最重要的坚决抵抗派，而这次炮击让他直接转向了投降，于是丰臣家态度软化，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大阪东之阵至此结束。根据和谈的结果，德川军在电川上游修筑的工事被保留，内窟和北外窟也需要被填平。如此一来呢，大阪城的护城河就只剩下了天满川，不再那么坚不可摧了。当然，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双方的内部会议呢，便都认为和谈只是战术拖延，早已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集结兵力和武器，等待下一场战斗。丰臣家和德川家都希望在下一场决战中彻底消灭对方。半年后的1615年，最后的决战大阪夏之阵爆发。此时的丰臣军在躲在失去护城河的大阪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赢面了，而且在休战期间，丰臣军扩充了实力，因此他们这次的目标是镇斩家康。然而在2倍兵力的德川军面前，丰臣军的出击部队处处受挫，步步后退，最终还是变回了大阪城的围城战。自然，现在的大阪城已经保护不了丰臣家了。丰臣秀赖和他的母亲电击查查自杀，最常见的日本战国定义便是自应仁之乱开始，至此结束，大约150年。大阪之战后呢，德川家的统治便稳定下来，家康颁布了1国1城令，规定每名大名只能拥有1座城。从此，江户幕府对于大名拥有哪些领地和城堡的使用目的拥有了决定权，地方上的这部分战争潜力被收归中央。而后，江户幕府又颁布了5家诸法度，进一步限制诸大名，包括不允许修筑新城，大名及其重臣的婚姻需要先获得许可等等。虽然呢，这些新的规定也是出自德川家康之手，但是现在全部是以将军德川秀忠的名义发布，法律和职位上的上下级关系取代了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不仅是对5家，江户幕府也出台了对天皇家族和公家朝廷的详细规定，称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比如规定了天皇家族每年的收入及禁礼预料，刚开始是1万担，后来变成了3万担，但是要求天皇潜心学习，少问世事，否则这部分可能被取消。显然，德川幕府是理解用无限的不能变现的学习可以填满人的精力，以方便统治。也许这是19世纪日本拥有比英国本土还要高3倍的识字率，却依然是最落后的国家的原因之一。更详细的日本当时强大的教育实力不能变成国家竞争力的原因，欢迎看我的第1期会员视频。1616年，德川家康结束了他波折而辉煌的一生，享年75岁。日本真正进入了德川秀忠的时代。但是秀忠的时代呢，也还有很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家臣们，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坑，所以秀忠的主要精力还是继续巩固江户幕府的统治。德川秀忠呢，开启了领地晚行状制度，他将领地晚行状发给全国大名，作为赐予他们领地的证明，以此证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此为根据，德川秀忠又模仿镰仓时代建立了御恩奉公制度，作为大名们从将军处获得领地的对应义务。如此一来如果大名行为不端或者是图谋不轨，江户幕府便有法理依据没收他们的领地了。德川将军家也有了更强的对大名行为的定义和考评权利，并且当将军交替时，各大名也是需要从新的将军处得到新的领地晚行状，以此让他们明白应该忠诚的对象。当然，大名间也是有隔差，像是非将军本家的德川家呀、松平家呀这些将军的亲戚被称为亲藩，而亲藩中又以尾张、纪伊、水户3藩的地位最高，被称为御三家，是仅次于将军本家的5家。亲藩大名们呢，基本是被分配到晋级关东之类的高羽之地，也会参与到幕府的政治运营中。在他们之下，是从三河国时代起便追随德川家康过来的从农之臣们，被称为普代大名。他们对于德川家的辅佐地位，很多也都是会代代相传，是江户幕府政治运行中实力强大的一个部分。再往下就是关原之战之后才向德川家康宣誓效忠的大名们，称为外样大名听名字就知道不怎么好。他们中虽然有不少在大阪之阵中立下的大功，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待遇，但也要被赋予外样大名这个不被信任的称号。这些远离政治中心却又实力强大的外样大名，难免因此不满，最终站出来终结幕府也算是一种自证预言吧。那么德川秀忠拥有这样的实力去改造政治结构，是因为德川将军家呢现在的实力确实是绝对强大。幕府从伊豆金山、佐渡金山、深野银山和石见银山的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幕府直领也从丰臣家时代的200万担翻倍来到了400万担，将军家从年贡米和海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也很大。这些经济实力支撑着德川家在前3代将军时期一直在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
1623年，德川秀忠去世，德川家光继承了江户幕府第3代征夷大将军。在家光的时代，德川家完成了军国主义的幕藩体制，德川家以压倒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稳定的统治了日本。德川家光呢，先是更新了武家诸法度，开启了后来让大名们怨声载道的参勤交代制度。这个制度要求大名的妻子和子女住在江户的宅邸中，大名呢只是要在第1年的4月从领地前往江户居住1年，然后第2年的4月又从江户返回到领地居住1年，循环往复。可以说是连大名自己都成了交给将军的人质，而且费用还得自己出，简直是血亏。但是其实在参勤交代开始的1635年，意外的当时的大名们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其实原因是德川秀忠的御恩奉公制度取经自镰仓时代，其实是一种 KPI 制度，要求武家立功然后写进年终奉公考评，幕府在酌情给予御恩赏赐的制度。那镰仓时代战乱频发，大名们当然有东西可写，但是江户时代又不准大名私斗，又没有敌人和化外之地，这时候连大阪之阵都过去20年了，完全没有作战立功的机会，大名们连边考勤业绩的理由都用完了。而且他们下面的家臣下面的武士也是每年都没有作战业绩可写，很多都只能变着花样的写实在是对不起主公，我今年又没有业绩，每年都这样还要拿主公的工资简直这条命都是主公给的，如此大恩大德只有来世再报了之类的。关键是离谱的是，他们没有开玩笑的，这段时间大名死了之后，家臣殉死蔚然成风，家臣殉死之后，他们的从臣又要殉死，从臣殉死之后，武士又要殉死，显然这套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当时参勤交代为大名们提供了奉公的理由，通过参勤交代让幕府看到自己的军事体制，以此证明自己在领地中没有疏于军务，这场考评的游戏终于能继续玩下去了。如此一来，大名们和幕府之间终于有了让双方都能感到安全的长期制度。参勤交代启动之后2年的1637年，最后的大规模下课上天草一揆，也就是岛原之乱爆发。被苛政压迫的农民们在当地基督教徒名门的领导下，组织起了许多浪人发动一揆，并且向全国大名和欧洲国家发出信函，要求共同推翻德川幕府。虽说最后幕府讨伐军是付出了8000人战死的巨大代价，但是终究一揆是被镇压。更重要的是，此战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已经不会再有势力支持推翻德川家的活动了，让人们也看清楚，不会再有战争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了。参勤交代和岛原之乱使得人们不再对下课上抱有任何预期，至此日本战国时代真正彻底结束。作为新兴政权，江户幕府也在行政制度上做出了改革，这项工作也是在德川家光的时代基本完成的。原则上呢，对于领地要超过了1万担的领主，在江户幕府的体制内才可以被称为是大名，幕府会为他们设立一个藩作为领地，并且授权大名代管藩内的事务。1万担以下的领主按照汇报关系能够直接见到将军的称为旗本，其他的则称为御家人。江户时代的御恩奉公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把将军或者是藩主定期发给武士的大米作为御恩，也可称为俸禄制度。奉公则是如前所述，因为实在是没仗可打，就以参勤交代的形式进行了。而在中央政治层面，核心人物是将军、大老、老中3个人，其中老中之于将军，类似于总理之于总统，既可以是总理日常国家事务的人，也可以是将军工作的大秘书，这个主要看将军的个人风格。大老的职责则是帮助将军管理全体普代大名，这方面老中也有辅助大老的义务。显然当老中肯定是最辛苦的，因此对于老中另设以弱年祭作为辅助机构。随着时间推移，后来老中的职责中又增加了监视诸侯动向的工作，于是又设立了2个间谍机构，其一是直接向老中汇报的大幕府，他们负责监视大名藩主；另一个是作为弱年祭下设机构的幕府，负责监视普代和御家人。负责非军事领域运营的机构则是3奉行，分别是负责宗教和文化事务的4摄奉行，负责城市和商业管理的厅奉行，以及负责财务的勘定奉行。此外，京都朝廷依然是作为象征性的政权权威。江户幕府并没有消灭旧贵族体系的意识，但是设置了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公家和西国大名。几百年的武家政权已经使得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有了诸多特权，到江户时代终于确定为从2项根本特权中衍生，那就是拥有名字和持刀。对于普通民众，江户时代对农民、商人和职人进行分别管理，商人和职人在后面的事件中再解释。先说说农民，江户幕府对农民的2项基本规定，第一是不得买卖土地，第二是父母不得分割土地交由不同的子女来继承。显然这2条是完全的恶政，既不顾宏观的生产效率，也不顾民间产生的大量矛盾，只是为了稳定和管理方便而服务。
那么谁来继承田地，对于农民子弟而言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为此，在江户前中期，兄弟相残的事情大量发生，大名等级制度、育恩奉公制度、参勤交代、大老老中制度、奉行制度，以上这些组成了德川幕府的基本形式。显然，这是一个军事完全优于一切其他的事物，并且极其压制变化的国家形态。后来便称为军事国家体系，之后进一步简化为军国主义。到了近现代，军国主义一词的语义进一步发展为先军体制国家，也就包含了武家时代700年以及2战前的日本帝国时期。说完内部，再看看外部。说到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那自然是4个字：闭关锁国。尽管呢，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日本的外贸非常活跃，甚至主动派出殖民队到东南亚与欧洲人竞争影响力。然而之后，使得德川家康起了闭关锁国念头的原因是火药。日本的硝石产量很低，所以火药需要进口。基本完成统一之后，德川家康试图将这一资源垄断在德川家族的内部，以此削弱各路诸侯的战争潜力。这样就成为了锁国政策的第一步。接下来是欧洲各国关系的变化。英国和荷兰2个新兴势力正在激烈的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老牌强国。新旧势力在宗教解释上也有重大分歧，这种矛盾也延伸到了他们对亚洲市场的竞争上。荷兰人杨乔斯滕在与三浦岸真一起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见时，就努力的解释西班牙和葡萄牙利用基督教传教为借口行侵略他国之实，这成为了德川幕府颁布禁教令的关键导火索。当然，家康也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继续卖火药给切兹丹大名的事情，幕府基本上是不方便出面阻止的。如此一来呢，德川家垄断火药进口就成为了更实际的法令。到德川秀忠的时代，他更是下令在切兹丹大名集中的长崎处决了55名基督教传教士，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也意味着，虽然没有修改法律，但是实际操作中，江户日本进一步锁国。到了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时代，江户幕府终于出台了直接的锁国相关的法令，那就是禁止西班牙船只在日本靠港。理由是西班牙国王过于热衷于基督教传教。之后又把葡萄牙商馆迁移到了长崎的出岛，来自葡萄牙、荷兰以及清国的商船要在此集中管理。1633年，德川家光又增加了老中奉书的规定，从此所有的日本船只，无论是否持有将军签发的御朱印，如果没有老中奉书，都不可以开往外海。至此，日本成为了一个锁国国家。当然，锁国也是有宽严之分的。2年后的1635年，江户幕府再次发布法令，日本人禁止渡航到外海，在外国生活的日本人或者日本人后代永不得回日本。1637年岛原之乱之后，江户幕府宣布彻底禁教，西班牙、葡萄牙人直接驱逐。此时，英国已经在与荷兰的东南亚竞争中战败，被迫退回了印度。于是，荷兰人成为了日本唯一获取西方信息的渠道。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那荷兰人也非常的上道，咱就是来赚钱的。在日本国内，无论是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干涉内政，日本需要的情报都可以提供，但是日本不问的话，自己也不会主动。这种纯粹的利益关系，反而让患得患失的江户幕府认为是个好交往的朋友。总之，至此，日本的锁国国策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另开4个外贸口岸，除了与荷兰人、清国人交易的长崎，其他还有与阿伊鲁人交易的松前、与琉球人交易的萨摩，以及与朝鲜人交易的对马。如此一来，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祖孙3代逐渐收紧缰绳，终于建立起了以军事优势、经济垄断和武士特权为基础的德川家的绝对强权。这是日本历史上幕府将军权力最大的时期，并且以严格的规定限制人们的一言一行，称为武断政治。但是这实在是过于资源集中，而且下面没有回旋的空间。20年间，竟然有超过100位大名被没收了领地或者是削藩，大名都难过，下面的人自然就更惨了。许多武士甚至是武将都成为了浪人，而在这和平时期也没有战斗的工作给他们做。在锁国令之下，社会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太多新增职位去稳住这些失业武士们。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反而是对江户幕府有最大的敌意，而且江户的法令过于高压的，失业武士们落草为寇或者是成为海盗还则罢了，反正是和幕府彻底决裂了也管不了了。反而是还想继续做武士的失业武士们在家里躺平的话，还会被作为浪人，遭受到包括居住地限制呀、出入场所限制等等诸多不便。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军事学家有井正学，他拥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德川家光本来想招揽他入朝，但是正学拒绝了招揽，声称想要开设私塾传播学问。结果他拒绝幕府招揽的这个行为本身就被浪人们认为是英雄，很多浪人前来他的私塾拜访求学，接触多了之后，有井正学也是认为必须要推翻德川家的暴政了，竟然真的制定了一个计划，并且付诸实施。他们打算先在江户城多处引发爆炸，然后趁乱炮击江户城，之后攻进去杀了将军。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11岁的德川家纲即位。有井正学认为时机已到，
但由于同伙的背叛，他们的行动被幕府发现了。本来负责在火药库引发爆炸的人提前被捕，有井正雪自知命运已尽，遂自杀。叛变虽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件事大大冲击了江户幕府。任谁都看得出来，武断政治带来的这些问题已经是改朝换代危机的前兆了。于是幕府开始讨论结束对内的高压。之后江户幕府设计了一套效果基本类似，但是能软化风险的新制度，与武断政治相对，称为文治政治。文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鼓励武士学习知识和教养，不要整天打打杀杀。之前大明被取消封地的最大契机是没有继承人，因为江户幕府不希望不知底细的人成为大名，所以临死前不久才收养子指定继承人的都不被承认。德川家纲的时代追加了一条，如果家主不满50岁就生死，可以临时指定继承人。此外，德川家纲善用宣传而非法令，比如公告幕府更希望藩主贤明而不是武勇，还有如前所说的江户前期武家训死蔚然成风，直到参勤交代确立之后才有所好转。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么多年来还是总会发生家臣集体为主君殉死的事情。德川家纲也公告了，虽然这种事幕府也不会管，但是将军感情上不希望看到殉死的事情发生。总之，家纲的时代就是这样慢慢的潜移默化的重文抑武，看起来进入了和平时期，也开始推行文官政治了，应该能带来繁荣吧？实则不然。德川家纲的时代，幕府的财政非常的差，主要原因是金银矿一直是德川家的收入支柱之一。但是家纲的时代，日本的这些金银矿都有了枯竭的趋势。其次是1657年发生了明帝大火，这场大火摧毁了江户城的60%，赈灾和重建进一步加重了江户幕府的财政危机。已经经历了4代统治者了，江户幕府下的日本一直在缝缝补补，但是还是没能迎来繁荣时期。之后家纲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弟德川纲吉，这位第5代将军也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一开始呢，德川纲吉的大佬是枯田正俊，但是这位枯田正俊性格固执傲慢，而且权力欲极强，最终他的下属不堪羞辱，在江户城内刺杀了他。这件事大大震惊了纲吉，大佬竟然能在江户城内被刺杀，那日本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纲吉就变得对他人非常的多疑。后来为了加强警戒，纲吉甚至与老中都保持距离，委任柳泽吉保作为传信人，才和老中维持了日常政务联系。德川纲吉继续深化文治政治，他的时代发布了新版武家诸法度，第一要义从以前的锻炼武艺不可懈怠，改成了尽忠尽义，礼仪规整。文治政治时代真正到来。纲吉的文治改革方向之一是遵从儒学，他修建了汤岛圣堂来祭祀孔子和传授儒学。其实我以前读书时就一度住在汤岛圣堂的旁边，是个好地方，还挺怀念的。此外呢，德川纲吉十分喜欢狗，甚至颁布了生类怜悯令，规定禁止杀生，凡是杀死其他活物者死刑。这搞得日本民间的生活产生了极大不便。不过这也是一个改变武士价值观的法令，以前的日本人还是认为武士杀生是一种美德。德川纲吉时期影响最大的政策，那得是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建议的实行货币贬值。江户时代的俸禄制度使得日本产生了金银币和大米作为并行货币的局面。在体制内呢，大名上交大米，从幕府换取金银币来管理领地；延伸到地方，则是平民以大米从大名处换取金银币来维持生活。而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则是掌握了大米的分配权，以此在货币流通上掌控了全国人口的生活。那双货币并行这种事，即使到了当代都玩不转，因为除了管制经济时期的政府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能够长期的维持两种货币内部的汇率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尚且会崩溃，江户幕府就更不可能维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从战争时期转向了和平时期。两种状态之下，国民对商品价格的判断自然是差了很多。也随着多年的俸禄制度，使得金银币的流通增加，日本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江户成为了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城中不仅出现了奢侈服装店和高级食材的店铺，也出现了提供不同种类的肥料呀、零食呀、刀具呀、发型呀这种商业的店铺。同时呢，普通的武士因为俸禄是大米，因此要出售大米来获取金银币。和平时代农民的产量大幅提升，他们自己也能有更多的大米用于出售了，于是出现了米价贬值，金银币也贬值，米价和金银币的兑换上也贬值。显然大米的贬值最大，而幕府的税收就来自于大米，因此这个过程不仅导致了经济的混乱，也导致了幕府的财政困难。那为了应对财政困难，德川纲吉时代的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就主导了货币贬值。江户幕府呢是尝试重新发行价值较低的小判金，其中的金含量从 84% 降到了 57%。这虽然是修正了大米和法币在数字上的汇率问题，但是理所当然的小判金也立刻就贬值了。日本出现了大通胀，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德川纲吉之后呢，第6代将军是德川家宣，他其实是德川家光的孙子。
因为德川纲吉没有合适的嫡子，所以选了他当继承人。德川家宣的执政支持主要来自他的侧用人间不全房和知名的诸子学者新井白石。所谓的诸子学呢，是日本对于宋朝朱熹学说的理解，与日本儒学类似，强调上下关系和礼仪。那新井白石作为一位诸子学者，自然是致力于提高将军的威望和建立更紧缩的社会形态。新井白石作为江户幕府的知名裱糊匠，比较重要的改革有3个，其一是废除了院神载道的僧内联名令，其二是加强将军的实际工作量结果德川家宣就任仅仅不到4年就过世了，年仅3岁的德川家继即位。新井白石继续主政，为了解决通胀的问题，新井又下令回收57%含金量的小判，从此只流通84%含金量的小判。结果通胀没能解决，经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此外呢，为了防止金银的继续外流，新井推出了海舶互市新令，对日本的金银出口设置了严格的规定。一直以来，直接用金银从中国换取生丝，或者是从荷兰换取糖类的贸易，改为了持证交易。然后德川家继也是在位4年就过世了，他是德川家康最后的嫡流。至此，德川本家血脉断绝。这时幕府的财政危机还没能解决，又是国内经济混乱，民间怨声载道，国外因为单方面的限制了贸易而外交恶化的时期。继一家的德川吉宗被过继到本家，继承第8代将军。幸运的是，江户幕府天命未绝，德川吉宗是一位优秀的中心统治者。作为一个分家出身的将军，德川吉宗提高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成果自然是上限不足的，于是他只能削弱权臣，在御三家之外又设置了田安、伊桥、清水、御三亲家族，他们也部分拥有德川本家的继承权。吉宗即位的1716年，幕府的财政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竟然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如今的市场上呢，已经有了引进中国或者是欧洲新技术的高级农具、肥料或者是农业理论书籍这些东西，但是只有少数的富农能够买得起。这导致了民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米价的下跌，一些富农的民间社会地位已经超过了武士。德川吉宗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由听奉行大冈忠相和儒学家笛生处来主要负责。但是他们的3人小组都是只懂管理不懂经济，所以改革的进展很缓慢。虽然幕府内呢是出现了废除大米货币地位的建议，改用金银币来支付俸禄或者是吸收税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详细分析这种巨大的改革会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日本人而言，从平安时代的庄园经济开始，大米作为特殊货币已经维持了1000年，这是一个超出了当时人的认知范围的提议，因而没能得到响应。最终吉宗没能下定决心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在当前的系统内进行修正，实行享保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幕府收集更多的大米，加强可控性。之后的主要改革手段，一是幕府对于公务员的工资进行大幅上调，二是颁布了减约令，禁止了很多新兴商品的买卖，其三是上米制，允许大民通过向幕府上交更多大米的形式来减免一半的参勤交代义务。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幕府已经全面从武断政治转向了文治政治，参勤交代这种87年前的制度，对于大民们而言，已经完全变成了意义不大的负担。你想想87年是个什么概念？那是1937年卢沟桥之变的年份，一个制度沿用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依然合理呢？那上米制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承认，但是大民们又不是傻子，这种明显的以罚代赏还是引发了大民们的普遍鄙夷，幕府的权威下降了。德川吉宗就把这出卖幕府权威换来的大米交给了商人们开发新田，这就是享保改革的第4个大措施——定免法。定免法取消了比例米税，改为征收固定量，配合中央政府直接发钱开垦新地，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这也是一项严苛的法律，因为江户幕府一直都是奉行农民要维持在饿不死就行的状态，定免法规定的量还是相当苛刻的。后来天气不佳等情况发生时，江户的农民就会生活非常困难。德川吉宗改革的第5大措施是相对祭令，这是一个关于借贷关系冲突的处理办法的规定，主要是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裁判所因为大量的商业争端而人手不足的问题，另一个是武士利用政治地位欠钱不还的问题。接着享保改革的第6个大措施是逐高制，主要意思就是如果地方政府有优秀的人才，因为不满于工资想要辞职的话，中央政府可以帮地方政府垫付差额把人留下来。此外，德川吉宗还设立了募安乡制度，收集社会中下层的建议，像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免费医院、小石川养生所，以及专职消防的新政府部门听火消，都是德川吉宗通过募安乡得到建议之后实施的。
享保改革呢，虽然是不触及根本的裱糊改革，但是动作不可谓不大，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3个主要改革目标中的解决幕府财政不足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幕府的财政终于迎来了盈余。但是另外2个目的，解决通胀和米价下跌的问题，以及解决武士的社会地位跌落的问题都没能达成，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于是集中决定专项整治，下令把全国的年贡大米汇集到大阪进行合规认证，并且还大量收购大民和商人们手中的大米，然后行政命令强制提高大米的价格。那然后自然是国民们都不买账而宣告失败了。集中时代也认可了租仲监这种组织形式，所谓租仲监是日本民间自发的行业联合会形式。到了集中的时代，不仅承认了其合法性，而且允许行会垄断。德川集中的计划呢，可能是为了对分散的市场进行集中管理，也就是通过对垄断全行业的租仲监施压，达到控制物价、抑制通胀的目的。那结果呢，当然是租仲监们根本就不鸟幕府，合法垄断组织越来越多之后，通胀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参勤交代的概念被淡化了，江户特色的百姓一揆越发的严重。主要的要求就是减少年贡，主要是因为现在幕府不管他们死活了。其实，在整个江户时代，大约80%的百姓一揆都是以百姓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而结束。地方上的大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领民生活得过于艰难，处理农民起义本身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地方起义一直镇压不下去的话，幕府一定会给他们减封套餐的。所以大部分针对大民的一揆都是以大民让步来结束的。那现在呢，江户幕府削减了大民对领地大米管控的自主性，虽然是延缓了经济崩溃，但是大大加重了民间的负担，百姓的一揆也变得越加困难。天灾人祸之下，甚至发生了享保大饥荒。所以德川集中的时代开始，百姓一揆的动作越来越大，一揆众直接打劫富商和官员也变成了常规操作。1745年，德川集中在位长达29年之后宣布退位，由其子德川家重继任为第9代将军。集中的退位也标志着享保改革的结束。然而家重的健康状况不佳，在政治上几乎是无所作为，只是尽量维持享保改革的流程。随着百姓一揆越发的严重，德川家重身心俱疲，宣布退位，由其子德川家治继任为第10代将军。家重不久之后就过世了，家治遵循家重的遗言，放任老中田沼义次主持政局，开启了江户幕府的田沼时代。尽管田沼时代并不包括在江户3大改革之中，但是田沼义次其实完成了拯救江户幕府的货币改革，是日本历史的重要人物。田沼义次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把日本经济的核心从大米转向金银币，为此做了不少的努力。首先呢，他虽然继续承认租仲监，但是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向这些组织征收民家金，然后再发送规定他们垄断范围的正式文件。这使得幕府有了把主要收入从农业税转向商业税的机会。此外呢，田沼试图扭转日本在外贸上的入超地位，偏向于给做鲍鱼、海参等等高价值商品的出口商发放渡航许可，希望以此使得金银回流。此外，田沼时代开始驻发官银，称为蓝辽二铢银，白银在日本从称重货币变成了计数货币，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田沼还在商人集团的支持之下，完成了印番沼和守鹤沼等等大型新田的开发，并且田沼还参考了工藤平助对下邑地和西伯利亚情况的考察，推动了北方开发计划，派出由最上德类主导的探险队前往北海道建立殖民地。贡献如此杰出，为什么田沼义次的时代无法被计入江户3大改革呢？其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朱子学的天下了。朱子学认为五谷为重，金银为贱。田沼义次的执政风格不仅因被视为贪婪而受到了指责，而且被指责污染了武士的纯洁。其二是他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的不公。作为田沼改革核心的民家金，在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行贿受贿，而幕府对于贪污的打击也倾向于作为针对政敌的工具，这就使得站队正确的官员们更加的肆无忌惮，并且饿死了日本接近5%人口的天明大饥荒就发生在田沼时代。但那时幕府的财政并不是最差的时候，可见整个国富民穷的情况越发的严峻了。因为这2个原因，经济学点得很高的田沼义次最终未能获得历史的伟名，并且他在当时已经颇受非议。支持他的德川家治去世之后，田沼义次因为天明大饥荒和熊沼火山爆发赈灾不力而被秋后算账下台。田沼家被彻底的赶出了政治核心。接着就是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长达50年的执政，他不仅执政时间极长，而且期间呢，世界和日本的历史都正经历着大版本更新，所以通常都会把他的统治分成2个阶段，分别是前半段的宽政改革时期，以及后半段的德川家齐大御所时期。
宽政改革由德川家齐的老宗松平定信主政。松平定信作为白河藩主，挺过了天明大饥荒，在这个人们呼吁对田沼义次体制拨乱反正的时期，被支持入京主持改革。当然，更重要的是，松平定信的爷爷名字叫德川吉宗，也因此呢，松平定信改革时大量参考了吉宗的享保改革，加上天明大饥荒对他人生观的影响，宽政改革极大地抬高了大米的地位，金属货币再次回到了陪衬位置。那为了防止饥荒再次发生，松平定信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用于增加幕府的大米收入，减少支出和重建农村。比较大的法令有7条，首先就是重提简约令，这个其实从享保改革开始就一直都是没事就拿出来说说。其次就是维米制度，这是预防饥荒的专门对策，要求所有的大民按照蛋糕储备紧急备用大米。第三是7分基金，其实就是维米制度的城市版，要求降低城市运营的预算到现有的3成，剩下的7成储存起来以备紧急之用。第四是旧里归农令，也就是给逃荒的农民提供资金，让他们回到家乡回归农业生产，也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恶化的问题。第五是在各个城市建立人族祭场，人族祭场的职责是收容走投无路的流民，并且教授他们木工或者是陶艺等等技术，然后一定时间之后再给介绍个工作。第六是弃捐令，这个就是明抢，如果之前商人以俸禄大米为抵押担保借钱给了武士，现在命令必须销账，或者是大幅度放宽还款期限。第七是出版统治令，禁止创作和销售包含批评幕府、伤风败俗或者引发社会不安的书籍。宽政改革开始，日本短时间的自由市场风气迅速结束，民间的生存压力基本是和最严重的享保改革时期相当了。此外，出版统治令也对教育进行了新规定，要求所有官方背景的学校都不得教授诸子学以外的任何学科。出版统治令的著名成就是封杀了林子平的海国兵坛。林子平出生于1738年，在幕府的开放时代与海外学者交流颇多，是当时的知名洋学者。1771年，他从东欧冒险家莫里斯的书信中得知了俄罗斯南下政策中包含了日本，故而开始创作海国兵坛，希望警醒日本人。1791年，幕府审查部门认为书中的日本应该加强海上军备方可巩固海岸贸易的说法属于批评幕府，并且会动摇人心，制造混乱，因此封杀了此书，并且将林子平软禁于家中。同年，俄国的拉克斯曼来到北海道的根室，要求扩大贸易。日本发现俄国人正在考察北方岛屿的地形，当然幕府肯定不能明说其实自己并没有赏善罚恶，所以这并没有改变海国兵坛和林子平的命运。在宽政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底层民众度过了生死危机，社会上非常支持松平定信，幕府的权威极大提高。一段时间之后，该活下来的都稳定了，活不下来的都自然淘汰了之后，人们对幕府越来越严的管制迅速转向不满。但是现在有出版统治令，人们不能直接表达不满，于是民间流行川柳句，说白河清澈见底，活不下去的鱼儿们渴望田沼的浑水。而且宽政改革中，民间缺乏发声渠道，常常毫无征兆的突然发起反抗幕府的运动。德川家齐和中下层官员们对这样的结果也很不满，见大势已去，松平定信选择辞职，开历史倒车的宽政改革仅仅6年即告失败。那宽政改革中的简约令也不用管了，之前德川家齐其实很想过奢侈生活，但是想着为了幕府，他选择以身作则，带头过节俭的生活，结果辛苦了半天毫无成果。现在德川家齐直接不演了，摊牌了，开始了在公务上毫不勤政，私生活奢侈放纵的快乐昏君模式。宽政改革的高压结束，加上将军带头行乐，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也变得松懈了下来。而且德川家齐的挥霍速度出奇的快，幕府的财政急剧恶化，为了应对，幕府再一次降低了小判金的金含量，弥补财政赤字。结果通货膨胀和货币流通量增加，竟然使得日本民间重拾了田沼时代的金银货币习惯，竟然出现了城市繁荣时期。但是相对的，靠大米收入的农民和武士就生活变得困难了。在城市繁荣之下，江户的周边开始流行赌博，这让幕府担心治安变差，于是德川家齐设立了关东取缔出役，其实就是专门维持关东治安的警察组织。总之，德川家齐的中期就是这样拖字诀。如果田沼义次是向前，松平定信是向后的话，这一时期的幕府既没有顶着政权危机的可能性带领日本更进一步的勇气，也没有狠心镇压强行为政权延续寿命的决心。那到了后期当然是问题集中爆发，这个过程可以说相当日本 style 了。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川家齐大御所时代是公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时期，世界的潮流是市民崛起和跨国贸易，所以一直有海外的船只尝试获得日本的贸易许可。差不多这个时候，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经稳定扩展到了千岛群岛，阿伊鲁人已经同时与日本人和俄罗斯人进行贸易，日本人也多次派人对虾夷地进行地理勘测和军事调查，准备应对俄罗斯的进攻。1804年，俄罗斯人莱扎洛夫持松平定信发放的渡航许可，希望停靠长崎，遭到了日本坚决拒绝。莱扎洛夫一怒之下攻击华泰和泽捉岛，日俄之间气氛紧张。1808年，一艘英国船追击一艘荷兰船到达了长崎，并且登陆进攻荷兰长崎会馆，抓走了荷兰人。然后英国船要求长崎地方政府给他们提供补给，日本人以释放荷兰会馆的人质为条件答应。此事之后，日本男学家团体极力向幕府建议开国革新，遭到了坚决拒绝。1811年，日本在国后岛逮捕了一名正在进行地形勘测的俄罗斯人。次年，俄罗斯方面派人上岛，也抓走了一名日本人。双方交换人质之后，俄罗斯向南和日本向北的扩张都有所收敛，两国的关系修复。1824年和1825年又分别发生了一次英国人未经许可在日本登陆的事件，其中一次还与当地的村民发生了冲突。又有荷兰会馆的德国人医生被发现试图带走日本地图。这些事件之后，日本进一步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并且颁布了一国船打罚令，命令除了开关港口之外，各地大名要无差别进攻所有试图靠近日本的外国船只。1837年，一艘美国船只试图帮忙送日本的漂流民回到日本的陆地上，在浦贺附近遭到了攻击，并且被驱逐。事情的原委明确之后，日本的开国派学者纷纷批评，德川家齐一怒之下处决了男学家高野长英和渡边华山，称为蛮社之狱。虽然开国派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帮助幕府在开国之后依然可以维持体制，以此让幕府更容易接受开国，但是幕府拒绝开国的原因，除了文化和制度冲击，还有一个是日本又到了虚弱时期。德川家齐中期的脱自觉不仅表现在外交上错过了最佳开国时期，还表现在内政上既无藏富于民，又无官方的大量储存。1833年开始，天宝大饥荒爆发，尽管幕府极力放粮，仍不能解决问题。日本人口从大约3200万人跌到了大约3070万人。在天宝大饥荒中，大阪厅奉行所官员大岩平八郎看到了大阪每天都有人饿死。但是主要官员不仅不放粮，甚至从大阪周边征收粮食运往江户，祝贺上司的升迁。大岩选择倾尽家财组织民众起来反抗，虽然半天就被镇压了，但这成为德川幕府即将迎来终结的第一个征兆。1837年，德川家庆接替德川家齐掌管幕府。面对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家庆任命水野忠邦为老中，承诺给他足够的权限放手改革。但是这个时候，德川家齐还活着，依然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幕府的财政，而且他还会在不爽的时候阻碍改革的进程。到了1841年，德川家齐终于去世，水野忠邦主导的天保改革正式开始。水野忠邦出山的背景和松平定信一样，是出来收拾大饥荒残局的，所以天保改革也强调财政紧缩和重视大民。其对民间的高压程度严厉到了老人们甚至会自嘲说，还是宽政改革时活得比较轻松。就幕府这群改革者真的是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不做人。天保改革也是简约令其手，而且下令禁止奢侈消费，限制歌舞伎表演，禁止提供高级食品和点心。第二项措施是人返令。天保大饥荒时期的自然条件很差，很多农民都进城务工以求生存，所以现在命令这些人全部返回土地继续务农。结果这些人被赶出了江户，也就躲在附近，随时都准备回去，导致江户周边的治安恶化。第三个措施是解散租仲间，因为水野忠邦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租仲间的存在，使得商人们联合操纵价格。结果本来商人们会通过租仲间更有效率的相互支援，现在租仲间没了，商品的流通和储存成本大幅上升，物价又开始了暴涨。天保改革的最后一条措施是上支令，大概就是要将大阪周边和江户周边现在各大名的领地全部收回幕府，希望以此建立一个基础的财政来源，以及避免被外国迅速占领重镇。当地的领主们当然不愿意白白的被从高价值领地转封出去，但是如果幕府要给出对价的转封，有时候甚至需要把小领主提升成大名才够，这也会造成大量的开支，所以最后上支令不了了之了啊！虽然是个大措施，都是胡来，但是只有一点反抗能力的小领主们才能够成功说服幕府放弃相关的措施。不过说白了，其实前三条都没有什么创意，就只有最后这一条上支令让人印象深刻，偏偏就这一条失败了。
幕府和水野中邦的权威都大幅下降，加上1842年大清签署南京条约，正式在鸦片战争中输给了英国，这大大震撼了日本人。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为了整个日本不能再任由幕府胡来了。于是其他不满改革的人也大量发声反对，天保改革仅仅2年即告失败。那幕府的权威下降，地方强藩的地位就起来了，成为雄藩。萨摩藩启用调索广乡改革经济，向创业者发放25年无息经营贷款发展商业。萨摩商人迅速垄断了从琉球到日本的黑糖贸易路线，这些利润支撑起了萨摩藩的藩内市场和在西式军队上的发展。差不多同一时期，长州藩启用春田清丰进行藩政改革。长州藩也采用发放超长期贷款的形式鼓励商人创业，并且在下关收通行税，在日本海和濑户内海之间做生意的商人只能认缴。大清这样的庞然大物尚且败给了英国，同样也让幕府明白了自己更不可能战胜西洋国家，于是立刻废除了一国船打发令，改为外国船只不得登陆，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可以为他们提供燃料、木材、食物和饮用水的补给。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是一直被允许与日本贸易的荷兰人。于是1844年，荷兰国王向德川家庆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议日本开国，幕府依然拒绝。日本国内的开国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书都打着其他的名号，但是细究起书中的内容会发现，都是拐着弯的在促进开国。幕府和各雄藩的主政者都在犹豫是否应该开国，不过也没有太多时间给他们犹豫了。1846年，彼得尔带着美国国书到达浦贺附近，正式建议美日建交，遭到幕府拒绝。之后就是1853年，佩里和他的黑船强行驶入了江户湾。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积分、硬币、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